要怎么让美国回来呢？拜登在此刻摊牌，击败中国，美国就回来了。这现不现实不重要，中美对抗已经是无法善了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众所周知，这拜登上台之后喊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回来了。可是这都第3年了，美国回来了吗？重返大国竞争的第一站，美国就对上了俄罗斯，而且是美国拉上了整个西方世界，对俄罗斯这个最大的敌人发起了进攻。可现实却是，美国尽管成为了冲突的最大受益者，但是也有着重现阿富汗战争，像拖垮苏联一样拖垮俄罗斯的可能。但是，美国对世界绝对的影响力却并没有如拜登所期待的那般回来了。这一众西方国家为何跟着美国对俄罗斯发起进攻？一个是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，其他西方国家无法拒绝美国的要求；而另外一个就是对俄罗斯的恐惧，以及击败俄罗斯之后分享胜利果实的渴望，促使着许多西方国家响应了美国的号召。那可是呢？现在俄罗斯明显是没那么容易击垮的，这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到了无可制裁的地步，却依然没有重创俄罗斯，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。而这也是为何西方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，甚至一度传出了要让乌克兰投降、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声音。这样一个声音虽然很快就被打压下去，但是对于美国的质疑以及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疲态，却是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身上出现。德国要跟其他西方国家一起给乌克兰提供3个营的豹 2A6 主战坦克，那结果呢，连之前答应了的荷兰都不愿意给德国一个承诺。那么被美国影响力强行组织起来的西方势力，在自己的损失越来越大，收割胜利果实的希望越来越小之后，那只会变得越来越消极。尤其是到目前为止，这西方国家所看到的就只有美国在获利啊！那甚至欧洲不仅要承受来自反俄制裁的反噬，还要被美国吸血，就进一步的引发了欧洲对美国的不满。现在这样一个分歧没有爆发，那是因为俄乌冲突还在继续。这要是到了最后俄乌冲突结束了，没能在这一战当中获利，反倒被美国下了黑手的欧洲，那即便面对美国的军事压迫，也要给美国好看。那所以，美国带领着整个西方世界对另外一个大国发起进攻，确实有一副美国回来的样子，但是又一次主导了世界秩序。但这就是空中楼阁，美国自个儿都不觉得很稳。那为此，美国才会在极力延长俄乌冲突的时候，进一步将枪口对准中国，这就是不想让西方这辆马车停下来，不给西方一个反噬美国的机会。拜登也是在此刻摊牌，该怎么让美国回来呢？击败中国就可以了，只要击败了中国，美国就真的回来了。拜登公开表示，击败中国就能让美国团结起来。当然，有一句话拜登还没说，这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，如果美国真的能够击败中国呢，这一块蛋糕足够满足跟在美国身后的群狼了。那毫无疑问，这又是拜登画出的一个大饼，那不仅是画给美国民众的，也是画给一众西方国家的。美国集合整个西方世界之力都没能击败俄罗斯，又何谈击败一个更加强大、经济结构也更加稳定的中国？更何况，这拜登还强调要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之下，在竞争当中击败中国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拜登的这一表态也说明了中美之间的对抗，那已经是无法善了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